大家好，我是13，欢迎回到 Daytona 675的屁股评测。那屁股评测当然就是要再去赛道，这次是来到了 WeatherTech Laguna Seca。没错，它名字变了，它现在叫做 WeatherTech。这边看得到，因为 Mazda 不想要再持续的赞助，那后来就是给 WeatherTech。WeatherTech 本身是做rubber floor mat， 就是汽车的那种脚踏垫。很明显的，脚踏垫呢非常的好赚。好，那我记得上一次有个人直接问我说675好不好骑，那时候是在轮胎城的时候。那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跟他讲，因为我骑也就是通勤嘛，那时候拿临时牌，还没有跑过赛道，那我又不怎么骑山路，所以就变成要等到现在这个时候，我才能告诉你说这台车到底好不好骑。我这个人是非常紧张，毕竟你也知道，我是在这边摔车的。好了，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去骑车，走。刚刚是红旗，还出来不到半圈，有人在 Turn 11摔车。I lost my I fucking lost my recorder. 刚刚后面那个好像没有加紧 ，God damn， 没了，我的录音机，看，我把录音机在后面，然后他刚刚可能他说盖那边压进去的时候，他其实我以为卡紧了，就没有完全卡紧，就刚刚走的时候，突然东西打我背，我吓一跳，我就翻开来看，录音机不见了。对啊，那应该是没有了。
的安全帽没有扣好。我只想赶快去戴安全帽。这个告诉你我就有多紧张。我刚刚前面去做了基本的悬吊调整，然后还骑车这边才测试一下，他说，感受一下，然后再回去看有没有需要做一些小调整。哦，干你老师！太习惯忍300速度，突然变太快，有点吓到。我看到我的录音机。OK， 差不多。今天早上第1节跑的时候，我那个全身僵硬到，哦，我真觉得自己是木乃伊在骑车，那个硬到，然后再放轻松一点，我的右手的油门有点太紧到，有时候会无法抓那个细微的那个调整角度，油门开的角度。The front feels great. The rear, I feel like it's a little bit unsettling. Just a tiny bit, like when I downshift, and then I feel like it kind of wiggles around a little bit when you're braking. Yeah, like just a little bit. Do you need a shock? Do it again. Okay. Let me add one tire, please.
Okay, try that. All right. It'll be you won't dive as much, and the back end won't move around as much.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Are you still manufacturing these? What's that? You're still making them? No. They stopped in 2 years ago. But they're coming out with a new one maybe next year. Oh, yeah? The 765, yeah. That's fine. Went ahead and did your own thing. yeah, because you're supposed to get their like adapter. Right, yeah. I mean this works. 好，我之前忍300是2分02嘛，没有很快。对啊，刚刚这样子，这样就2分整，完全没有挤得像上次忍300那样子，但是因为光靠力量675力量就2分。好，现在看可以降多少。刚刚跑3节就快没油了，这完全不能跟就是小车比，小车太习惯那种加满油就7整天都还有半桶这样。现在要去这边的加油站，不过超贵。好，加点油吧。好，加完油，来买午餐。好，就这样骑回去吧。这还是我做的最笨的一件事情，因为完全不能转弯，然后我就这样绕一大圈，一直用直线的方式，然后想绕回去。还好汉堡还在啊，安全抵达。
好了，因为现在开始下雨了，刚刚在跑的时候其实就在飘雨，然后现在真的开始下雨了，所以就不跑最后一节。那现在准备收工，不然的话等一下雨越来越大，收车真的很麻烦。那因为刚刚跑的时候已经开始飘雨了，所以我就跟自己说没关系，那我就不要特别去冲，我就专心在油门、刹车的控制，看越顺越好。那当然还有就是眼睛，然后找我要的 reference point， 然后出弯的时候，那是线路可不可以更顺一点，那就是我的目标啦。结果反而在那个情况下，看一下哦，我的单圈1分57秒，那跟之前就是忍300是202嘛，那现在这个才是1分57，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基准点啦。因为我想说上次塞完车，那继续回来，那继续骑，之后再慢慢进步，然后看可以压多少。那这单圈虽然不快，可是我觉得给我自己是很大的信心啦，有点抓回来感觉，然后不会像上次因为摔车之后那个阴影一直在。那这台车呢，其实在最后一节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骑起来比较顺了，然后拿捏都比较细腻，所以我比较有感受到这台车的好。那首先欣赏这个引擎675，那你可能会跟我说啊，你之前不是骑 Street Triple R， 你也跑过赛道，那675引擎不是差不多？不一样，这虽然是一样675，但因为油门反应比 Street Triple R 快，然后加上它这个3缸的特性，中高转的时候，我有时候过那个上坡，刚刚前面就是第5个弯后面，我可能不想用2档，我用3档跑，就算我不是在高转区，那个力量很充沛，不会让我觉得好像哇，说糟糕，我好像档位放错，要赶快调整，我也不用特别去降档，我就一样用3档就可以自己带过去。那这点呢，其实在其他车，如果是一般的仿赛 600cc 并列4缸的 600cc 或是当然更小的车子，比如说像是忍300，那是绝对没有的啦。那光这一点呢，我都可以跟你说，它对于骑士来讲，其实是非常的forgiving。我觉得它的这个怎么讲，容错率比较高。那你在骑乘的时候，如果你只是像我这样，我骑爽而已，我只是想要好好的享受赛道的感觉，那我就觉得，我如果不想要那么紧，我再多一个档位跑，我也可以很顺。再来就是刹车，那这个刹车一开始早上在骑的时候，其实，那个我就是没有想到它的力量这么大啦，那时候还没有适应。那拉到后面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直推的感受，然后Brembo brake 那个我们真的没话讲啦，那个很绵密，那当然远远比那个 Street Triple R 更好。那这台车你按下去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它每一分每一秒那个刹车的感觉，一直到停下来。我觉得坦白说，我觉得很难形容。那再来，我觉得是悬吊，这个悬吊，那我100%不可能用到它的极限。那今天做调整的时候，其实那个 base setup， 目前来讲，我觉得用这个方式一起去练车、去骑车是非常好了。那早上可能我自己油门就是很唐突啊，然后抓不准啊，然后不顺，然后刹车又不适应，然后一直按到不然重刹。那就算如此，我骑起来还是给我很大的信心。那这个轮胎 RS10， 只有在刚刚开始飘雨的时候呢，有一小段会突然觉得 sketchy 一点点。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雨，还是因为我还没有完全暖，然后就冲。但只有那一次而已，整天下来，就像我刚刚讲，我觉得我今天早上就是不知道骑什么，它抓地力就是很好，然后热的比我想象中的快啦。我一直很害怕说它会热很慢，结果实际上我后来骑的时候，第一圈、第二圈，其实我觉得不止第一圈，我觉得半圈过后就差不多可以准备冲了。那讲到这边呢，既然是仿赛企划，那有什么是需要改装的呢？我真的不觉得有任何地方要升级。那脚踏的部分，我觉得我应该会换回原厂试试看。那不是说它不好，因为我今天这样的脚踏，然后在骑车的时候，我觉得它的 leverage point， 我要就是 pivot 踩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可能是我腿比较没力，我自己是觉得有点缩太紧。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要去适应。那我只知道，当初这个 rear set 是因为前车主他想要依照他自己的身材，然后去调整的。所以我觉得我想试试看原厂，然后再回来决定说是不是要换成这个哪个比较好用。但是说到底，要骑车不改装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要改装东西。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先从外观上啦，土除，然后风镜，我觉得风镜可以换，就是更高一点的。那排气管，这我要想想，因为我之所以为什么还没有换，是因为我要跑 Laguna Seca 忘了跟大家说 ，Laguna Seca 呢，今年的噪音限制降低了，变成90 decibel。
那我听到有些其他公升级的仿赛车，好像原厂管就会超过90分贝。那之前那个人问我说，675好不好骑？我跟你说，真的超他妈的好骑。而且我觉得厉害的地方是，你知道你自己的骑乘技术可能不太好，但是它给你的自信就毋庸置疑。这3杠悬崖真的，如果你想要偷懒啊，懒得换挡，然后就或是觉得自己一直换挡然后不顺，然后就保持这个档位再冲，那也没问题，它一样可以 carry over 那个 corner。好啦，那屁股评测的最后一阶段，就是来装正牌吧。这是我的正牌 Daytona， 爽，这样都可以骑回家了。不过没有啦，我是今天是拖车拖它来的。我觉得这样不像以前，我以前来赛道的时候啊，会骑车去赛道。说实话，那真的是非常累。那现在学聪明了，就是去租拖车。好啦 ，All right。好了，那屁股比赛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